你会娶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婚检的女人吗？你敢不敢吃这个闭门羹呢？随着婚前第一彩礼概念的日益普及，现在00后呢都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婚前健康检查了。男生们不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啊？其实男生啊并不排斥彩礼，但是啊婚前一定要做婚检的。今天我就来普及一下婚检报告当中的 GPA 这个指标，它到底表示什么？男生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这个事儿。GPA 当中的 G 呢代表着怀孕的次数， P 代表着分娩的次数， A 代表着流产的次数。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指标啊，就有可能全方位的了解你的女朋友她的一个健康情况了。如果你发现她有过多次流产经历的话，那你真的要三思而行。因为只有一个爱自己、尊重自己的女孩，才能够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。你们说呢？所以男生呢才会尊重她、爱护她，那这样的生活才会幸福的。你觉得在结婚前进行婚检有没有这个必要呢？欢迎到我的评论区讨论一下，好吗？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？现在这样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多了啊！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，恋爱推进不下去了，或者是分手了，男生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，或者是给女生买的贵重物品都要回来。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？最近呢，有一位相亲谈了3个月的女生啊，觉得彼此不合适了，就跟男生提出来啊，不想接触了。结果呢，这个男生第2天就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，居然是3个月以来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，还有给女孩啊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的转账，前前后后呢也有好几万了。男生说，既然你还不知道合不合适，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？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，既然不合适，那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？所以哪天你方便了，把这些该还的还给我吧。结果搞得这个女生啊一晚上都没睡着觉，她觉得很恶心啊。就这么着，这女孩啊觉得委屈了，就跟我诉苦啊，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，送出去的东西还要往回要，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。你知道吗？他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，一些千把块钱的化妆品，最贵的也就是一个1万多的包。我当时啊就给他转了2万块钱，然后呢立马就把他拉黑了。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，我连一点退路都不想给他留的。他说呀，也挺感谢他这个举动的啊，还好分手了，要是以后结了婚，还不知道他有多计较呢。这种日子谁想过呀？这种男人吧，就是这么寒酸的。送礼物呢，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，不是吗？都说分手见人品，我觉得呀，最屌丝的行为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要的。真的是绝句子，没有之一了。难怪啊，他找不到女朋友，真的是活该。听到这儿啊，男生们是啥感觉呢？来，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话题吧。在说到中国剩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韩剧和国产剧啊都功不可没，并不是怀恨女性啊，实际上中国的剩女的处境啊挺可怜的。为什么现在单身女性已经超过了1个亿呢？作为一个媒人接触过非常多的姑娘，她们在选择伴侣这件事情上，想法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的。她们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仙男友出现在剧中呢？男主角要么就是富二代，要么就是行业的精英，不仅是住别墅开豪车，还浪漫帅气。主角啊都不可能是穷人，而他们的思维呢，还与我们普通人不太合拍。不喜欢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啊，偏偏喜欢那个长相普通的灰姑娘。编剧要是发挥的好呢，可能还会出现一个男2号来争抢这个灰姑娘啊。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很让人揪心的。普通姑娘们看着电视剧里的情节呀，感觉非常的过瘾啊。然后呢，就开始幻想着、期待着能遇到一个有钱有颜、完美无瑕的男人。然而啊，咱们回到现实当中，大部分的男人啊，月薪只有5000，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，也没有超高的颜值，更没有神仙般的浪漫。也不会说虚伪的情话。姑娘们呢，拿着电视剧中的幻想，想在现实当中呢找到符合标准的完美男人，结果他们都失望了。于是呢，就有了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争议。姑娘们啊，挤破了头也找不到高富帅这样的伴侣，因为那些高富帅喜欢的其实是门当户对的千金，而不是土里土气的灰姑娘。这种信息差和捧杀让人感到很无奈的。但是可悲的是啊，这些姑娘啊，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和电视剧中的角色是一样普通的，但是为什么就会被淘汰呢？
说实话，我在写这篇文案的时候啊，我心情很沉重。虽然理智告诉他们要少看这样的剧，但是作为一个姑娘啊，看到这样的剧情，无法自持啊，也不难理解。所以呢，我请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定位和期望管理，多在现实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幸福，好不好？你们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，最令大龄剩女崩溃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吗？其实并不是被家里整天的催婚，也不是忙完了工作一个人回家的孤单，更不是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没有人分享，而是当他们真正的下定了决心，收拾好了心情，试着去找一个另一半的时候，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都不合适。快到迷茫的时候呢，突然出现了一个满心欢喜的人，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根本就不会选他，人家转头就去找一个年轻的女生。还有更崩溃的，当他们终于想明白了，这样的年纪找对象要降一降标准了，降低了身高、颜值、收入、学历，本地、外地都无所谓了，房子、车子也可以放一放了。可是即便是这样，仍然发现对方依然看不上自己。有的男生呢，或许会非常礼貌地说一句：“你太优秀了，我可能配不上你。”我就问过一个男生啊，相比大龄女生情绪稳定、性格成熟、经济独立，你更愿意找一个单纯的姑娘陪她一起成熟吗？他说是的，还是愿意找一个单纯些的小姑娘，省事儿啊。这个就是一线城市相亲市场的现状。真的啊，不要以为打扮一下自己，主动一点就一定能脱单，也不是你保养的多好，看上去只有25岁就行了，年龄仍然是在那儿摆着呢，它不会变的。胖瘦可以改，衣品可以提升，唯独时间是不可逆转的。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打拼了多年，仍然一事无成的大龄剩女，青春没有了，人老珠黄了，钱也没挣到，房也没买上，人还没嫁成，就已经老了，这个才是最崩溃的。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？现如今啊，北京相亲市场确实是男少女多的一个状况，这个呢跟偏远的农村形成很大的反差，很多找不到对象的女生啊，最终一定会孤独终老的。想一想啊，觉得确实挺可悲的啊。但是这里边就有个问题，这些女生啊，生活中她找不到对象，她来相亲呢，仍然找不到对象，于是呢就开始质疑啊，相亲的成功率怎么样？对平台呢指指点点的，怪男人啊不靠谱，怪红娘啊不专业，唯独就不找自己的问题。今天我就来说一说啊，女生相亲不成功的5大主因，看看你自己啊有没有中招啊，及时止损。第一，过于挑剔。相亲过程当中啊，挑剔是造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。如果你对所有的男性都持有苛刻的要求，要身高，要颜值，要学历，要收入，要家境，要情商，还要这要那啊，缺一不可啊，都不行，不满意，你咋就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么完美啊？如果你那么完美，至于挑到了现在吗？不早就结婚了吗？别人的孩子都满地跑了，你还在这儿相亲呢？你说你们的父母能不着急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多看看别人的长处呢？尝试着接受一些不完美的地方，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值呢？第二，缺乏自信啊，有的女生啊，面对心仪的男生啊，完全没有自信了，不敢主动联系，一下子就低到了尘埃里。爱情啊，讲求一个平衡啊，两个人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啊，才相处舒服。有的女孩呢，还特别的慢热，男生不能亲，不能碰。动不动啊，就是男生要先付出，自己才能有所表示，要有相应的仪式感啊才行，否则呢，万万不能表现出自己喜欢，生怕自己掉价了，最后把对方的耐心都磨得光光的。啊，第三点啊，过于依赖颜值了，长相在相亲当中不能完全决定一切。一个女生除了外貌，你还得有一个好的性格的，情商才是最终取胜的法宝，而不是情绪啊。有的女生啊，把相互吸引作为唯一标准，有的时候一个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部分是他的笑容，或者呢是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一种轻松感觉，而不是只有外表才能吸引。那些生活在滤镜和美颜里的女生更可悲，她已经忘记了原相机里自己长什么模样了。我拜托啊，咱能不能啊到原相机里看看自己真实的样子？再提条件，有的女生来相亲，那个照片 P 的都不知道是谁了，最后男生相完亲之后呢，一脸的懵啊，老师，这俩是同一人吗？第四啊，太过肤浅了，没有深度谈话，也是女生相亲失败的一个原因。有的女生呢，相亲完全找不到话题，对方说什么呀，就只能附和，也发表不出来自己什么见解。最后啊，不管你长得多美，都让人产生一种没脑子的印象，空有一个皮囊而已。所以说呢，还是那句话，
美丽的皮囊啊，千篇一律；有趣的灵魂，万里挑一。如果只是聊一些肤浅的话题，而没有探讨过彼此内心深处真正关心和热爱的事情，就很难让人产生好感，想继续下去的。第5点，太看重结果了。如果你总是试图控制事情的进度和时辰，或者谈判的结果，可能就会给对方带来无形的压力。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呢，是好事儿，但是过分的掌控就可能会导致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不愉快的情绪的。比如说有些女生一上来就会问男生，你觉得多长时间能确定恋爱关系呢？或者问对方，你打算谈多久可以结婚呢？这些话题对男生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不能跳的坑你直接把他给聊跑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提醒女生们相亲还是要有点智慧的，要多找一找自己的问题，你才能成功的。你们说对不对都这么说了你还是不会的话，来找我聊一聊，好吧？